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逐风意志各队员的价值以及整体队伍搭配。逐风意志配对主要的核心就是上阵一名画室人和尽量凑齐2名协同队员，以便能激活协同队伍的最大效果，获得 50% 的协同增伤和 35% 的协同减伤。提丰和塞利尼亚是逐风意志的绝对主力，所以他们俩是一定会上场的。这么一来，就只剩最后一名协同队员需要做出选择了。希波蒂是队里第一个被淘汰的眷属，因为他在队里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暴击拐，而现在这个位置已经被暴击和暴击增伤能力更强的塞利尼亚给完全取代了。更别提塞利尼亚的输出还完胜希波蒂，所以希波蒂是注定上不了场的。但是没关系，希波蒂的真身莱夏还是可以上场的。莱夏在逐风意志里的定位就是用来快速过牌的，然后兼职帮忙打一点的输出。虽然莱夏的初始奥义费用是惊人的10点，但还好在他的奥义费用是可以透过自身释放战绩和队友释放奥义来降低的。莱夏的战绩每10秒就会释放一次，每释放一次，奥义消耗就会永久降低1点。奥义释放期间若有敌人死亡，还会额外再降低1点，最多只能降低6点。这么一来，莱夏的奥义最低就可以压到和正常水平一样的4费了。再来，只要我方每释放一次奥义，莱夏的奥义消耗都可以再降低1点，最多可以降到0点。这代表只要4名队员都轮流释放过奥义后，莱夏就可以免费释放奥义过牌了。莱夏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可以帮忙提丰清理身边的小怪。提丰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若他身旁站满了小怪，你会很难瞄准首领来打。这时候就可以先用莱夏的奥义把小怪清掉，再让提丰的奥义能准确地打在想打的目标上。莱夏通常只会在打活动副本时上场，比如打新的戒指装备本时就可以上场了。多雷斯，他在一般的情况下基本也是出不了场的。不过好在他是逐风意志里唯一有附带控制能力的眷属，所以在有需要控制的场合时，他就可以出场。比如之前刚结束的氏族围猎，他就可以作为能打断敌人持续施法的眷属而登场了。赛特是逐风意志里唯一的奶妈和新月眷属，不过他一般都不会是我们的首选，而更多只是担任新月这个位置的替补成员而已。逐风意志新月的首选更多会由阿尔伯特来担任，无论是在 PVP 还是在打活动本时都是如此。赛特的用途太单一了，只能回血，而阿尔伯特除了可以回血，还可以增伤，在功能上是完胜赛特的。限定贝拉也可以是逐风意志新月的选择之一，不过他一般都会优先配给始祖苍廪，只有在不需要始祖苍廪的场合，限定贝拉才有机会让给逐风意志的队伍使用。不过大家也不一定要强求一定要有限定贝拉的，随着塞利尼亚的加入，逐风意志已经变成了是个双输出的队伍。限定贝拉只能提升一人的输出能力，而阿尔伯特的增伤是挂在敌人身上的，所有人都能受惠。所以现在阿尔伯特才是最适合逐风意志的新月眷属。赛特就只能成为没有阿尔伯特也没有限定贝拉玩家的替补成员了。范海辛，他是最适合站在塞利尼亚攻速提升格子上的眷属，因为他的奥义也能提升攻速，本身就是个高射速的猎杀者。逐风意志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范围攻击，当中提丰、塞利尼亚和莱夏的奥义虽然名义上都有范围输出，但那范围是真的小到和没有一样，根本就无法灵活的运用来清理杂兵。范海辛的奥义攻击范围虽然也和他们半斤八两，但他胜在击退敌人后还会继续向其他的敌人发动攻击，一直到奥义的急速追猎时间结束为止，攻速才会慢下来。这就比其他队员都是打一发就结束的奥义好很多了。所以范海辛现在就是逐风意志专门用来清理杂兵用的眷属。虽然希波蒂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拥有范围输出的眷属，但无奈他的输出和清杂兵的能力
还是比能无视范围输出的泛海星差很多。所以希波地虽然有范围输出，但它却不会是我们清杂冰的第一选择。清理近的杂冰可以用来下，清理远的就用泛海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很多人都养了泛海星，而很少人会去养希波地，所以也实在没有放着泛海星不用，还要专门去养一只希波地的理由。最后是提丰和塞利尼亚在逐风意志里的定位。提丰除了负责提供逐风意志队伍相关的增益，他在队伍里也兼任半个坦克和输出。若是在打单体首领的活动本时，它可以作为逐风意志里的副输出来使用。是的，提丰就只是个副输出，真正的主输出就如我上一支视频里说的一样，是塞利尼亚。提丰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那都是因为现在的副本都是设计来给他打的。实际上，它的使用限制还蛮多的，比如在遇到经常会出现一群小怪的副本时，手短的提丰就很难瞄准首领来输出。在打主线时，提丰一拳打在坦克上，又打不死，其实也没什么用，主线还是更看重群攻能力的。塞利尼亚是逐风意志，真正的主输出，同时也是提丰的暴击增伤拐。在开技能顺序上，要先开塞利尼亚的奥义，之后才开提丰。要留意提丰的奥义，千万不要开早了，要等塞利尼亚射完，暴击增伤挂上去后才开。以打新装备本地3层为例，就是先开低费来下尽血月，然后再开塞利尼亚，再开提丰。那么提丰和塞利尼亚哪个比较值得投资？这个还真不好说，以功能来看，塞利尼亚更有可能单飞。毕竟它开场永久提升攻速的能力，就很有可能连接到下个版本的眷属去。我猜，下个版本应该又会轮到普攻队的眷属登场了。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投资提丰是另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毕竟它3突的属性加成已经是实打实的，塞利尼亚就是个未知数。最后是逐风意志的配对参考，若是用来打活动本的，可以这样配。阿卡贝拉目前也是逐风意志的标准配件了，不管是打 PVP 还是 PVE 都可以带。来下可以靠着提丰战，若有必要就可以用它来帮忙清掉提丰附近的小怪，以免提丰打不到首领。如有控制的需要，来下也可以换成多雷斯。阿尔伯特这个位置，你想用限定贝拉也是可以的。若是用来打 PVP 死斗，先默认始祖仓廪的队伍长这样，所以不会选择以上成员。逐风意志队伍可以这样配，范海辛也可以换成来下，甚至是杰西德。杰西德其实也是暴击队的一员，他也是个能范围输出，并且带有暴击增伤和眩晕的眷属，可以完美的解决逐风意志缺乏范围输出和控制的缺点，但问题只是几时才能拿到它。阿尔伯特这个位置，看情况也可以换成奎因去加强前排的坦度。最后，若你真的被迫要拿逐风意志来推图，也可以这样配：奥义主开奎因、阿卡贝拉和范海辛。提丰可以不开，因为一拳打在坦克上又打不死的意义不大。推图始终还是优先以群攻为主，所以主力还得是范海辛。塞利尼亚只能让位了，主线太多，单体输出的意义不大。提丰若不开奥义输出，可以改带永生之果来增强生存能力，大致上的配对就是这样。逐风意志算是目前仅次于始祖仓廪的队伍，不管是在 PVP 还是 PVE 都是如此。新手如果加入的迟，没有限定贝拉，也抽不到始祖仓廪，那逐风意志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存资源，然后等待12月的限定池和之后的新始祖。不过也不能保证，限定池里一定会有大输出就是了。至于始祖池，我认为出输出的几率就更小了。所以还是建议提丰和塞利尼亚都要先有一支，来增加一下当前的游戏体验，毕竟你也需要他们来打新的装备本。然后在等待之后的消息，才来决定后续的资源投放。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